日本政壇呢，眼下最熱鬧的一出戲啊，主角是首相高市早苗。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呢，已經連續幾個月在下降之中，而 AI 抹黑門的曝光也越來越嚴重了，在中日兩國的關係上也是一直僵持不下。在美國那邊呢，也不討好，这位上台时支持率為68%的女首相，現在又有什麼辦法來保住自己的位置呢？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日本的老牌調查雜誌《週刊文春》已經連續3週報道了一樁跨越2屆選舉的醜聞，就是高市團隊第一秘書叫做木下剛志和視頻制作人松井健長期合作啊，用 AI 軟件呢批量制造抹黑競爭對手的視頻。松井健呢本人已經公開表示啊，自這個去年自民黨的總裁選舉之中啊，他每天按照這個木下指示使用 AI 生成100-200個視頻，其中有7成是攻擊這個小泉進次郎的，10成呢是對林芳正進行攻擊的，另一個20成是用来吹捧自個兒的。到今年2月份的众议院的選舉的時候呢，同樣的手法又被用到了這個在野黨的參選人身上。5月24號呢，《週刊文春》呢就公布了木下和松井之間的67封通信記錄，時間呢是從這個2025年的9月到2026年的3月之間，其中包括了像短信啊、聊天截圖以及加密通讯等等內容，並且呢雙方至少開過8次線上的會議。那面對這個是吧鋪天蓋地的指責，高市呢在國會裡邊全部予以否認，並表示該團隊並沒有傳播過任何的負面的消息。但是輿論不買賬啊！5月19號呢，在東京的國會議事堂前面呢，有很多人舉着牌子進行抗議。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內閣的支持率已經跌到了30%以下。每日新聞呢，上個月底的時候公布的數據顯示，整個政府的支持率也下降到了53%，半年之內減少了12個百分點。那超過這個4成啊的人認為他執政方向是有問題的，那麼接近3成的人呢，對他的個人公信力表示懷疑。那醜聞呢，在這樣的時候爆發出來，就很值得玩味。高市的執政根基，它本來就很薄弱，对吧？在這個自民黨內呢，沒有自己的核心派系，啊，上台依靠的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大選呢獲勝之後呢，並沒有很好的整合黨內的力量，但是他在這個安保政策方面卻一直在做着各種各樣的事兒，比如說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啊，堅持派遣自衛隊去這個中東護航等等。那就使得這個黨內的保守派和溫和派都感到不滿。那麼有人呢就認為啊，這個高市啊獨斷專行啊，排斥異己。如果支持率繼續下降的話，那麼就有可能去重蹈去年黨內倒戈的老路。外交上的困境也是致命的。高市曾經把希望就寄托在了美國身上，在3月份訪問美國的時候，在這個白宮上極力討好，但是呢卻被特朗普用珍珠港事件來當面開涮。本來呢，想要在特朗普呢這個5月份訪華之前呢，爭取到一個訪日的機會，但是由於伊朗問題的影響而推遲了這個行程，所以呢，最後就沒有成功。美國財政部長呢鮑威爾呢於5月11號呢來到東京啊，並同這個高市進行了大約15分鐘的這麼一個會談。主要是為了表示一下禮貌啊，並沒有達到日本方面的這麼一種期望值。那麼隨後啊，特朗普呢帶着馬斯克啊、庫克等人的這種豪華商業代表团，直接就飛到了北京。那中美兩國討論的就很熱烈呀，日本呢只能就在一旁是吧觀看。日本的雅虎新聞網站的評論就非常的中肯啊，說如果高市不能找到和中方交流的方式的話，那麼他就只能向美方請求不要和中國走得太近。所以美國這张牌越來越不靈了。股市呢也開始把目光呢轉向中國這邊。我們看5月23號呢發生山西煤礦瓦斯爆炸事故之後，他罕見的在社交平台上用日語、漢語和英語3種語言發文表示慰問。日方的官員也表示，這是為了改善中日關係而採取的一種外交手段。那之前我們看這個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赤澤亮正呢，在蘇州參加 APEC 貿易部長會議的時候呢，同中方商務部门呢有過一次短時間內的交流。這是高市發表這個有關台灣問題的錯誤言論之後訪華級別最高的日本官員。但是示好的話就算了，
中日两國的關係想要真正的好轉起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問題就在於此，就是去年11月，高市呢在這個國會公開表示台灣有事啊，也就是指這個日本啊有可能會採取武力干涉的方式介入台灣事務之中，因此中方立刻對日本出口的兩用物品進行限制，並且把其中的1005個項目納入到管制範圍之內。那麼在今年的2月份的時候呢，又把40個日本企業呢列入到了監控和關注名單當中。根據計算結果，在稀土管制持續3個月的時候呢，這個日本呢將會損失大約6.6萬億日元，再加上日本的這個日元的貶值、能源價格的上漲等等因素的影響之下吧，日本製造業的供應鏈這個壓力那越來越大。那中方的態度呢也這個十分清楚。那麼糾錯呢是對話的基礎，但是我們看到高市到目前為止吧，還沒有收回有關台灣的這個問題上的這個錯誤言論。目前呢，高市早苗內部存在醜聞纏身、民意崩塌的問題，在外部又受到了美國方面的冷落以及中日關係僵持不前的影響。僅憑一條這種慰問的推文，一次走廊上的寒暄，就希望得到關係的改善，這是把外交想得太簡單、太兒戲了。對他的考驗並不是看他是否比如說足夠的柔弱，而是要看他在重要的事情上是否有勇氣去改正，不然這樣的內外夾擊的局面恐怕才刚剛開始。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謝飛觀察，我們下期再見。